女人只身一人来到地狱，眼前长长的队伍一眼望不到头，排队的每个人都自言自语地说着同样的话，每走一步他们就念出一个数字。可怕的是，丽莎要在这上万人中寻找失踪数日的女儿，而这一切的缘由都因她和丈夫的固执，坚决买了当地一栋上百年历史的房子。几天前，丽莎一家4口搬到这栋古老的房子，刚搬进来，女儿就说不喜欢住在这里，尤其是那幅第一任房主的油画，房主食指和中指并拢朝上的手势十分诡异，仿佛在搞什么仪式一般，看着就十分瘆人。而且这里每个房门的横梁上都刻有不同的奇怪符号。在父子离开房间时，导演还特地给了这堵白墙一个镜头，似乎是在有意告诉观众这背后藏着某些可怕的东西。放好行李后，女儿告诉丽莎不想住在这，她说这栋房子总给人一种不自在的感觉。然而丽莎根本不在乎这些，她说等过2天爸妈忙完手头的工作就好好布置布置，墙纸和家具啥的全换掉，感觉就不一样了。要说丽莎的心到底有多大，她居然敢在搬进来的第一晚就丢下2孩子在家，自己跟老公跑回公司加班去了。这不当晚就出事了。就在姐姐看着电视时，地窖的门缝却突然吹出一股妖风，紧接着屋内的电器逐个断电，不多时整栋房子陷入黑暗之中。害怕的姐姐连忙打给母亲求救。丽莎说电闸就在地窖里，你下去重启一下看行不行？女孩怕黑，死活不敢下去。可家里现在就只有她和弟弟，又不可能让年幼的弟弟冒险下去。丽莎看出了女儿的担忧，她说地窖的楼梯只有10格，你走一步我陪你数1格，直到你打开电闸为止，好不好？没办法，姐姐只好照着母亲的建议硬着头皮走下去。然而数数这一举动似乎触发了某种仪式，女儿这一数便再也没有停止下来。当数到10时，丽莎还欣喜地表扬女儿很棒，很快就能打开电闸了。但诡异的是，电话那头回应的竟是超出10的数字。12, 13, 14. 意识到不对劲的夫妻连忙驱车回家，一路上丽莎开着免提，而可怕的是女儿数数的声音从未停止过。回到家，丈夫立马冲进地窖重启电闸，然而2人查遍了整个地窖都没有女儿的踪影，不能再拖下去，孩子肯定出事了。丽莎叫来警察调查，而警方办事也很利索，连夜在后山展开地毯式搜查。然而即便动员整个小镇的人，搜了2天1夜都依旧找不到半点女儿的踪迹。后悔莫及的夫妻待在女儿的房间抱头痛哭，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孩子从未走出过这栋房子，而是一直被困在那个诡异的地窖里。直至第3天，他再次走进地窖寻找蛛丝马迹，在擦拭掉地上的灰尘后，他猛然发现每个台阶上都刻着数字，而最后一格更是一串复杂的公式。联想到女儿不停数数的状态，丽莎不禁开始怀疑，该不会这栋房子真的存在某种神秘力量吧？疑惑间，她又发现墙上好像有一幅画像，透过紫光灯，丽莎看到了毕生难忘的一幕。不多时，警方检查人员从地窖里出来，他告诉丽莎，墙上的并非血迹，而是一种带有叶绿素的油漆，所以在紫外灯光下会呈现出红色。 It's been there since the 50s, maybe. Do you know anything about the house's history? 检察员的话警醒了丽莎，她这才意识到自己忽略了这栋房子的历史，也许那串复杂的公式就跟房子的历史有着莫大的关系。这晚她查阅了一些相关资料，让她感到意外的是，住过这栋房子的人都离奇失踪了。经过仔细检查，丽莎也发现了各个门梁上刻着的符号。诡异的是，这些符号跟公式里的符号完全一致，明显这条公式就是在表达某种寓意。丽莎当即拍下所有符号，让助手帮忙查清楚，而助手也十分给力，下班前就查出个来龙去脉。原来那是一种希伯来字体，按顺序排列并翻译过来就是利维坦的意思。 Some sort of sea creature in Jewish mythology. 丽莎回到家，立马查阅传说的利维坦，可当中的神话故事并没有给到她任何有用的信息。猛然间，她想起当初儿子说过，姐姐出事前跟她一起玩过家里的古董唱片机。思索间，她摇动起唱片机，诡异的是，唱片播放的不是歌曲，而是有人在读那串公式。读完后便从1开始数数，而且在她启动唱片机的同时，儿子房间那堵白墙也莫名打开了一道门。更诡异的是，唱片机数数的时候，儿子似乎着魔一般，也跟着数数，并步走了进去。 Nothing. Why are you doing that? Counting. Was it? I thought you were playing your game. Yeah. Okay. 经历了这一遭，丽莎再也不想被房子牵着鼻子走，当即就找到一位有名的数学博士。博士说，这条公式应该是跟多维度空间有关，要解开它还得花点时间。他让丽莎先回家解开，之后会通知她。不多时，丽莎接到博士来电，博士说他算出来的数字很奇怪，那是一串从11开始递进的数字，就像数数一样，11、12、13一直数下去。而且他还提到以前有位同事研究过这种公式，据说跟12世纪的炼金术有点关系。 Sorry I can't be more help. Well, thank you for looking into it for me.
There is one other piece of information. My colleague has come across a similar one, engraved in a house in Belgium. An infamous house, actually, where a family went missing, vanished into thin air. 丽莎将丈夫拉到地窖，并将查到的内容告诉他。可丈夫多日以来都不相信她的推论，这一次两人更是吵了起来。丈夫为了让丽莎不查下去，拿起锤子就往台阶砸了下去。可一声声的敲打声像极了在逐个数数。同一时间，那台古董唱片机似乎听见召唤一般诡异的自动响了起来。儿子又一次被控制走向那道暗门，而这一次他还看到了多日不见的姐姐。 Ellie? 儿子告诉父母，刚刚那个人好像姐姐。见状，丈夫走进暗门查看，人是没看着了，但找到了女儿丢失的手机。冥冥中，姐姐似乎在帮助弟弟，因为她的出现，那台唱片机卡在了10没数下去。经历了这一遭，丈夫终于相信丽莎的推断，他找来所有图案，并将其拼凑到一起，发现这竟是传说中的五芒星。根据传说中的描述，再结合房子的架构，他们推断出房子应该是个咒语方阵。为了验证推断，丽莎又一次启动了唱片机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儿子此时正为了捡掉落的无人机而走进了地窖。当他捡起无人机时，旁边阴暗的角落似乎隐约地闪现一个羊头人身的影子。两人立即冲下地窖，跟姐姐失踪时一样，地窖里找不到儿子的踪影。见状，两人又冲上楼继续搜查，可找遍全屋都没看到儿子。就在两人疑惑之时，楼上突然掉落儿子玩的小球。 44, 46. Do you hear that? 循着声音，他们最终在房子的暗门背后找到了儿子。丈夫将儿子安顿在沙发，见儿子发烧，他连忙冲下楼去拿冰袋。在此期间，丽莎发现儿子身上不知何时被画上了五芒星标记，甚至嘴里还嘀咕着：“我骑着一匹有7个头和10个脚的野兽。”紧接着又开始接着上一段数字继续数下去。被吓坏的丽莎连忙下楼找丈夫，却没想到丈夫也不受控制的不停数数。不同的是，他数的是倒数数字。当他数到1时，地窖的大门突然被一股力量冲破，紧接着底下传来缓慢而又沉重的脚步声。见状，丽莎连忙躲进桌底。过了一会，脚步声消失，才敢爬出去。然而，当她刚爬出桌底，一个羊头人身的怪物就出现在身后。逃跑间，她隐约听见地窖传来女儿的叫声，跑过去一看，原本只有10个阶梯的地窖竟诡异般变得特别长。前方是孩子的叫声，后方是怪兽的追赶。丽莎别无他选，只能冲下去。随着她进入地窖底端，怪物也没有再追下去。不过，眼下的场景却是地狱一般可怕。目测这里应该有几万人在排队，而且他们嘴里用着各种语言在数数。看着一望无际的队伍，丽莎绝望地蹲坐在地上。她不知道如何逃出这里，更不知道如何拯救自己的家人。此时，她猛然看到前方的一个纹身，那正是失踪多日的女儿。没有多想，丽莎连忙冲上去拉走孩子。女儿眼神呆滞，听不清母亲在说什么。丽莎也管不着这么多，强拉硬扯的将她从地窖带了出去。在走回房子后，女儿似乎逐渐回过神来。清醒过后，母女俩紧紧地相拥到一起。而此时恢复理智的丈夫也带着儿子走了过来。见状，丽莎立即带着大家离开这栋房子。然而当她走到大门，才发现刚才在地窖掉落的手电筒竟诡异般重现在门前。打开大门一看，外面还是那条长长的楼梯，而身后的家人又一次不受控制地开始数数，边数还边往后方地窖走去。丽莎后知后觉，原来他们根本没有逃出这里，